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王权富贵有多强？魏波先破译，背后原因揭秘。诚意和王权富贵这部魏波剧，凭什么在开播前就狂揽超过2亿的热度？聊聊这个让观众嗷嗷等更的男人。说实话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现在想找部好剧真不容易。但诚意和他的王权富贵却硬生生把魏波剧这事儿完成了，爆款角色热度一举突破2亿大关，连隔壁平台都来送祝福，粉丝更是熬夜守直播，只为了看他哪怕露个面。瞧这场面，我都惊了，这根本不是等一部剧，分明像是在等一场年度大戏拉开帷幕。今天咱就来仔细拆解，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？先说说热度爆棚这事儿。有人会问，剧都还没播，热度就破2亿，这是不是太夸张了？但你仔细想想，王权富贵这个角色本身自带光环，狐妖小红娘原著中，她是那个万箭穿心终不悔的白月光，无数人当年看漫画都被她感动得掉眼泪。诚意一官宣，书粉们马上炸了锅，这不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人吗？角色本身的高人气加上演员与角色的完美契合，这种双重滤镜加持，能不火吗？更别说7月27号那场直播，简直是热度的催化剂。诚意作为压轴登场，眼圈微红，却一开口就是那句天下非妖之天下，非人之天下，乃是众生之天下。眼神里既有镇守一方最强兵人的冷峻，也有对众生的深切怜悯。弹幕瞬间炸裂，这不是演戏，他本来就是王权富贵本人。你说，这种提前给观众奉上的名场面剧透，谁受得了？诚意的魅力藏在他那份真诚里。说到底，诚意最吸引人的不是他的颜值，而是那种朴实无华的真实感。镜头前，他是霸气十足的王权富贵；镜头后，他却红着眼圈对粉丝说：“果果们辛苦了，让你们熬夜了。”简直就像隔壁家的暖心大男孩。娱乐圈里多少艺人忙着打造霸总天才的人设，而他偏偏专注于演戏本身。打戏亲自吊威亚，台词练到连最高法都点名表扬，这种不玩花招，只讲实力的认真态度，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反差萌。粉丝们都说追诚意特别安心，不用盯着绯闻，只需要守着他的作品。这种靠实力说话的安全感，比那些天天上头条的炒作靠谱多了。毕竟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谁真用心演戏，谁是在敷衍了事，大家心里一清二楚。这次，诚意饰演的王权富贵，是个带刺的温柔。看惯了诚意演的司凤、应渊，可能有人会觉得他只能演那种隐忍深情的角色，但王权富贵完全不一样。之前的角色大多是被命运推着走，司凤十世轮回里满是无奈和委屈，应渊作为帝君也被枷锁束缚，而王权富贵是主动打破枷锁的那种人。表面上，他是被家族控制的最强兵人，手中剑法无敌，一剑破苍穹，但内心深处，他怀揣的是众生平等的柔软情怀。就拿那句台词来说，当他说天下是众生之天下时，眼神中既有少年的锐气，又有超越年龄的悲悯。这种外冷内热的反差，比单纯的深情更有魅力。难怪有人说，这角色换别人演，恐怕就是个冷冰冰的工具人。多亏了诚意给他加了份人味儿。有人质疑诚意老演古装剧是不是戏路窄，这话可有点冤枉他。古装剧本身不是限制，演得好才是关键。看看他在古装剧中玩出的花样，司凤的纯善，应渊的威严，李莲花的通透，每个角色都带着独特的个性，毫无重复感。更别忘了，他其实早已跨界。现代剧里，他演的基层法官周易安，穿制服骑小电驴，
和仙气飘飘的古装形象判若两人，还被最高法称赞演出了年轻法官的烟火气息。这说明他绝不是只能演古装，而是大家对他古装形象印象太深，反而忽略了他多面手的实力。真正的好演员，从不怕角色类型，怕的是演不出新意。程毅显然在每个角色里都藏着想突破的心思。至于待播剧一拖再拖，粉丝天天催剧呢，其实这并不是程毅的错。业内都知道，顶级大制作的播出时间，往往的看平台档期、市场环境，还有竞争对手的动态。像《狐妖小红娘》《王权篇》这种双平台重点项目，肯定的选个爆款时段，与其匆忙上线让人错过，不如等个合适的时机一鸣惊人。压播其实也可能是好事。想想看，几部剧扎堆播，角色壮行，观众容易审美疲劳。慢慢排档，反而能让每个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。粉丝虽然焦急喊饿，但也明白好剧不怕晚播，毕竟口碑不是靠速度，而是靠质量。那么，程毅的未来还能走多远？答案藏在他那份笨功夫里。有人担心他还能不能突破，我觉得完全没必要焦虑。这几年他的成长肉眼可见，从配角到一线大男主，从需要配音到原声或最高法赞誉，每一步都踏实稳健。他不像有些演员急于一夜爆红，反倒愿意花时间打磨角色。这种踏实认真，正是走得远的资本。未来若他想挑战更多角色类型，凭借他的敬业劲儿，绝对有机会成功。就算继续演古装剧，只要能让每个角色焕发新意，也是一种难得的本事。娱乐圈里能被观众长久期待的演员，从来不是靠转型快，而是靠演得真。归根结底，大家对王权富贵的期待，其实是对认真演戏的人的期待。等《狐妖小红娘》《王权篇》真正播出，咱们拭目以待，这个执剑少年将如何用实力回应所有质疑。